各位朋友，以后咱们想要出国旅游、留学或者移民，可能真的没以前那么方便了。就在最近，相关部门公布了全新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并将于今年9月15日正式实施。官方通告虽然字数不多，主要强调的是规范特定人员出境，以及加强对出境入境中介机构的备案管理。但熟悉政策的朋友都知道，字越少事儿越大，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发酵，行业里面透露出来的一些消息，远比通告本身要震撼得多。毫不夸张地说，国内从事移民、留学、海外劳务和出境游的朋友，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了，因为这一次可能真的不是简单的加强管理，而是整个出境行业的游戏规则都要开始变了。甚至对于一些从业者来说，这可能真的是收皮转行的最后倒计时。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到底哪些人以后出国会越来越难？其实早在几年前，部分体制内人员的出境管理就已经非常严格了。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护照集中上交、统一保管。疫情之后，这种管理范围又进一步扩大，教师以及不少国企、央企、事业单位人员也陆续出现了类似情况。只不过过去很多属于内部管理，普通人根本看不到完整的文件。而这一次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以前一些比较隐蔽、内部执行的规定，正在逐渐走向公开化、制度化。除了体制内、军警等特殊人群之外，未来一些涉及 AI 自动化、机器人、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的企业法人和核心技术人员，也可能成为重点关注对象。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国际环境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过去你可能觉得，我出国旅游、移民、留学是我自己的事情，但现在如果你所在的行业涉及芯片、人工智能、机器人、高端制造，甚至一些关键技术，那么你个人的出境就可能不再只是个人行为，背后还可能涉及技术安全、产业安全、商业机密，甚至国家安全。所以这次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不能出国，而是出境管理正在从过去的看身份逐渐变成看身份加看行业加看风险，这才是我认为真正值得大家警惕的地方。移民留学中介可能真的要收皮了，但是比限制哪些人出国更加值得关注的，其实是另外一件事情：中介机构也被套上紧箍咒了。这一次文件明确提出，国家对接受出境入境人员委托从事出境入境政策咨询、证件代办、手续办理等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实行备案管理。什么意思？以后你想干出境中介这一行，可不是随便注册一个公司、租个办公室，然后找几个销售就能干了，要备案，而且还要有相应的人员、资金、场所以及人员管理、教育培训、资料保存、数据安全和合规管理等制度。换句话说，以后做出境中介门槛真的要上来了。更关键的是，我给大家看一段文件原文。文件里面写得非常清楚，公职人员、军队人员等委托中介机构办理外国国籍、境外永久居留资格、境外居留证件或者其他出境入境证件的，中介机构不得办理，并要及时向监察机关等报告。大家注意这个关键词儿，不得办理，而且还不是说你不办理就完了，还要报告。这意味着什么？以前中介的逻辑可能是客户有需求，我想办法帮你办，但以后可能变成有些客户你可以接，有些客户你根本不能接，有些业务你可以做，有些业务你不仅不能做，还得报告。这对移民、留学、签证、海外、身份规划这些行业来说影响真的不小。所以我为什么说移民留学中介可能真的要收皮，不是说这个行业从此就不存在了，而是过去那种靠信息差、打擦边球、钻政策漏洞的玩法，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以后想干这一行，光有客户不够，要备案、要资质、要合规。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什么人能接，什么人不能接，什么钱能赚，什么钱不能赚。所以对于那些过去靠灰色地带生存的中介来说，这一次可能真的到了收皮的时候。至于那些真正有资质、有资源、有合规能力的机构，反而可能活得更好。所以这不是整个行业消失，而是大洗牌。但事情还没有完，从目前反馈的信息来看，这一次监管逻辑还有2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变化。第一个，边控部门越来越多，协同范围也越来越广，从税务、金融到地方相关部门，甚至逐渐下沉到基层。以后如果一个人在国内存在经济问题、失信问题或者其他特定风险，有关部门可能通过相应程序申请实施离境边控。什么意思啊？
以前大家理解的出国特别简单，我有护照，我有签证，我买张机票到机场走人。但未来可能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护照只是证明你是谁，签证是目的地国家允许你进去，但还有一个问题，中国这边允许不允许你出去，这完全是3回事儿。所以以后你即使拿到了日本、美国、欧洲某个国家的签证，也不代表你一定100%能够顺利出境。如果你本身存在依法限制出境的情况，护照和签证都救不了你。这就是未来普通人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第2个变化就是对外劳务。这几年很多普通人会选择去欧美日韩、东南亚甚至中东工作。说白了，国内赚不到那么多钱，那就出去赚美元、赚欧元。这本来也是很多普通人的一条出路，但是未来这条路可能也要重新洗牌。今年7月24日，商务部还公布了《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并公开征求意见。这里要注意，这是修订草案，目前还不是最终正式生效的法规。但是从政策方向来看，对外劳务合作的监管显然也在进一步加强。以后对外劳务，不管是中介劳务公司还是海外雇主，可能都要面临更加严格的资质和合规要求。过去那种交几万块钱我帮你找个工作直接送你出国这种玩法，未来肯定会越来越难。尤其是一些灰色中介、虚假招聘、海外劳务诈骗，可能会成为重点整治对象。所以我说对外劳务彻底死刑，严格来说可能有点重，但如果说普通人靠一些低门槛海外劳务项目轻轻松松出去赚外汇的时代，可能正在慢慢过去。我觉得这个判断并不算夸张。把这些信息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未来中国内地人不管是出国旅游、留学、移民还是海外工作，门槛都有可能越来越高，审查也会越来越严。而且这种门槛其实是双向的，一方面你要符合目的地国家的入境要求，另一方面你还要符合中国这边的出境要求。说白了，你不仅要有目的的签证，还要能够顺利通过国内这一关。过5关斩6将，最后才能真正走出去。最近我也从一些前线朋友那里听到一些反馈，包括香港口岸在内，去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和地区，边检查问似乎比以前更加严格。当然，这些属于目前的一线反馈，还不能代表所有口岸、所有人的情况。但我自己其实也有过类似经历。疫情之后，我去泰国过边检的时候，就遇到过被询问旅行目的的情况。如果没有酒店订单，没有回程机票，甚至可能会被进一步询问，严重的还可能被劝返。当时我还觉得疫情刚结束嘛，特殊时期可以理解。但现在回头一看，如果以后连日本、美国这些传统热门目的地也开始加强审查，那就真的值得我们思考了。那么问题来了，以后普通老百姓出国旅游会不会也一刀切？我个人认为，短期内应该不至于走到这一步。毕竟绝大多数普通人只是正常旅游，并不存在什么国家安全风险。但是如果你准备去一些官方认为风险比较高或者并不鼓励前往的国家和地区，那么未来前往这些地方的难度可能确实会增加。甚至有一种可能，你明明拿到了合法签证，但如果边检部门认为你的出境存在风险，依然可能进一步询问甚至劝阻。至于近期哪些国家可能属于高风险，这里我就不卖关子了。头号种子当然是樱花国。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根据目前国际环境和政策趋势做出的判断。所以说到这里，我还是要强调，以上很多内容，有些是已经明确公布的规定，有些是目前行业反馈，还有一些是我个人根据政策趋势做出的推测。大家不要把它们全部当成已经发生的事实。直到今天这个时间点，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只要依法办理护照和签证，没有触发相关限制出境情形，正常出国旅游暂时并没有被完全封堵。这一点大家不用过度恐慌。但是问题在于，未来呢，没人知道，因为政策是不断变化的，监管手段也在不断完善。今天只是提醒你，明天可能变成审核，后天可能变成备案，再往后会不会变成更加严格的审批，谁都说不准。所以我才会想到一个词儿：清水煮青蛙。可能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普通人不准出国了，而是一步一步的，护照更难办一点，审核更严格一点，某些国家更难去一点，某些人群受到更多限制一点。慢慢的你会发现，以前说走就走的出境游，怎么突然变得越来越麻烦了？当然也可能我想多了，一切皆有可能。
未来是个未知数。所以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有出国旅游、留学或者移民的计划，或者今年假期准备去日本、泰国放松一下，我的建议其实很简单，能提前规划就尽量提前规划，不是说以后一定出不去，而是趁现在航线还在，签证还能正常办，想去的地方就早点去。毕竟旅行这件事情有时候最大的成本不是机票，也不是酒店，而是等你真正想去的时候规则已经变了。其实国内出境政策变化带来的连锁反应，在旅游市场上早就已经能够看到一些迹象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曾经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东南亚游，尤其是泰国游，这几年真的没有以前那么火了。疫情以前，泰国可以说是中国游客最热门的海外目的地之一。广东这边一些大的出境旅行社，疫情前去泰国的团几乎天天都有，港澳游更是天天发班。但现在呢，有些旅行社1个月都很难拼出一个团，甚至有一些旅行社1年下来都没有几个出境团。泰国政府这些年也是想尽办法吸引中国游客，免签、签证优惠、旅游促销，能用的办法基本都用了，但是中国游客数量还是很难完全回到过去的水平。为什么？很多人说是经济不好，老百姓没钱了，这个当然是一方面，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有钱的人也不一定能出去。以前中国最有消费能力的那批人，也是最喜欢出国旅游、购物、移民、留学的那批人。但如果这部分人群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护照被集中管理，或者出境受到限制，那么自然会对整个出境消费市场产生影响。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可能不仅仅是大家没钱去泰国了，还有可能是有些人想去，也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去了。这几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国内游越来越火，但性价比却越来越低。我自己就亲身体验过，去一趟广东惠州双月湾，在海边酒店住几晚，算下来竟然比我去曼谷玩3天还贵，而且曼谷住的还是5星级酒店。连来回机票都算进去之后，最后一比较，我怎么感觉去国外反而更便宜？这就是现在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国内热门景区酒店贵，餐饮贵，节假日更贵，而国外很多地方为了抢游客反而不断降价。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发现，以前觉得出国旅游贵，现在认真算一笔账，国外游有时候反而更有性价比。但如果未来越来越多的人出不了国，那么这些原本可能流向海外的消费就只能留在国内，人出不去，钱自然也只能在国内花。于是你就会看到景区越来越拥挤，酒店越来越贵，餐饮越来越贵，最后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结果，国内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但大家却越来越觉得不划算。所以把今天这些信息全部串起来，我认为有一个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未来中国公民出境门槛大概率会越来越高，审查也会越来越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并不代表普通人以后就不能出国了。至少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普通人只要依法办理护照，正常申请签证，没有触发相关限制出境的情形，正常出国旅游依然是可以的。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以后你去哪里，为什么去，什么身份去，以及你本身属于什么行业，可能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一些高风险国家和地区，未来到底会不会越来越难？会不会一步一步变成清水煮青蛙？会不会最后真的走到一刀切？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但一切皆有可能。所以如果你今年本来就准备出国旅游，或者准备去日本、泰国甚至其他国家看看，我的建议还是能走就早点走，不是因为明天就一定出不去了，而是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规则改变会变成什么样。好了，看完今天的内容，我想问问屏幕前的大家，面对越来越严格的出入境监管，今年你还会不会买一张机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出境游？你在办理护照、签证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新的变化？最近过边检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比以前更加严格的查问？欢迎把你的真实经历和看法留在评论区，也许你的一个亲身经历就能让更多人知道，现在到底还能不能说走就走。如果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见。